静的天空，像美丽的图画。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星，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。宇宙中最亮的，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。 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忧虑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依旧会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守护星。 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。 一步步，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 自由无极限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认得我啦？我是医院的社工 Miss Teo。Miss Teo， 快进来。进来。对不起 ，Miss Teo， 最近我的眼睛不太好，看不清楚是你。丁叔啊，你的眼睛不好，会不会是糖尿病影响你的视力啊？要不要看医生？我可以帮你安排的。不必了。 太麻烦你了，人老了就是这样，眼睛花，耳朵聋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先进来坐吧，我倒一杯茶给你喝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是来找伟良的，请问伟良在吗？Mr. Teo， 不用找了，他好像去了图书馆。
那我到图书馆去找他。他又好像要去学校。丁叔啊，王医生来找过我，伟良已经有2次没有回医院复诊了。是吗？每次我们问他，他都说他有去复诊的。伟良的病情不轻，立场检查是很重要的，王医生很担心他。这个小鬼，今天他回来，我一定要骂他。骂他是没有用的，他在哪？那我跟他谈谈吧。好吧，今天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叫他给你一个电话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 ，Miss Teo， 太麻烦你了。不要这么说，这是我的工作。记得啊，眼睛不好就去看医生。好，卖完彩票，等我赚够了钱，我自然会去的。丁叔，身子重要，有困难找我。小姐，要不要买彩票？那号码很美的，包你中了。能不能买彩票哎？1张了，买1张了。那，谢谢谢谢。安哥，好人有好报，一定会中头奖的。伟良，不要跑！Miss Teo。不错，你的演技挺好的。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啊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总之办残废骗人就是不对。Miss Teo，这不叫骗人，这叫包装。什么包装？你看那些歌星明星都有专人替他们打扮化妆的，唱片才能卖得出吗？你呀，强词夺理，鬼主意挺多的啊。是啊，我把一只脚包起来，头发弄乱一点，脸弄肮脏一点，真的有很多人同情我，跟我买彩票嘞。Miss Teo 只有一句话，不准滥用别人的同情心，知道吗？我也只是为了生活，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总之呢，要卖彩票就正正当当，不可以骗人。你比我的校长更嚣张。对呀，我就是来抓逃学的学生。快说，为什么有2次复诊都没有去看医生？啊？复诊啊？我忘记了吗？哦，你很健忘哦。那以后遇到复诊的日子，我会亲自带你去找王医生。啊，不用那么麻烦了 ，Miss Teo，你很忙的嘞。只要你肯去看王医生，再忙再麻烦，我也要陪你去的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彩票还没有卖完，等我卖完了，我自己去啦。你不去是吗？我去找你妈妈。Miss Teo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去就是了，不要告诉我妈妈。嗨，伟熙。Hello， 哇，好漂亮的帽子啊，是不是妈妈买给你的？她啊最爱美了。哎呦，好乖呀！你本来就很漂亮啊。我听苏医生说他开始认字了，我买了几本书给他。Miss Teo，你走不走啊？走，改天再拿去你家给你。好，谢谢你。
我们走，拜拜拜。拜。走吧。Hi Jeremy， 今天有没有乖啊？有，我很乖，我包债的时候没有哭。真的啊，姐姐请你吃巧克力。哦，好。那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没有啊。你呀，看完病再给你。是不是又被米丢给抓回来了？你呀，真是很不听话。你知不知道每一次的复诊都很重要啊？是又怎么样？我的病还不是不会好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？你不复诊，医生怎么知道你病情呢？万一病情恶化了怎么办？死就死了，免得拖累别人。我不许你说这种话。生命是宝贵的，你不能因为身体有病就自暴自弃。你要好好想想，你爸爸妈妈为你付出多少。以后你再敢说出这种话，我会骂得更凶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 ，sister。走吧，苏医生在等你呢。哈，不是黄医生吗？你已经过了复诊的日期，今天是苏医生值班。走。Bye Jeremy。拜拜。Bye sister。Doctor。谢谢。你知不知道你的情况很不好？你没有照医生的吩咐洗肾和打针，对不对？有啊。每天洗就10个钟头。嗯哼。那 erythropoietin 呢？你没有注射啊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打针，你有没有注射制造红血球的激素啊？哦，你是说那种1小瓶的药水啊？有，1个星期打1次咯。嘿，你别撒谎了，我是医生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你要我洗10个小时，那我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嘿，如果你连这一点时间都不肯花，那你以后就什么都没有机会做了。哎呀，这不是1、2天的事哎，是每天洗10个小时哎。以为我很老色哦？我的朋友在外面踢球，我在家里洗肾，我才不要。微良，你刚才的说法是很危险的，你没有好好洗肾，你体内的毒素就不能完全排出体外，这样下去，你迟早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我知道，黄医生跟我说很多次了。你知道就好。那下一次来复诊的时候，我希望看到你的验血报告是 perfect 的 ，OK？ 好 ，perfect， 我会让你满意的 ，OK？OK。根据黄医生的记录，你打针的药已经用完了，我开一张单让你去买。苏医生啊，如果我按时洗肾，可以不要打针吗？为什么啊？你怕打针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就好。那这种药呢，会帮你制造红血球。如果不打针的话，很可能随时都会晕倒的，知道吗？又要买药了？啊，你不用带我去了啦，这么贵，我没有带那么多钱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要提醒你，记得把药单交给你妈妈。放心吧，她会比你更紧张的。苏医生怎么说啊？还能怎么说？当然是 perfect 啦。真的吗？那你为什么在里面这么久啊？她跟你一样很啰嗦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啦，一见到我就叫我打针吃药，很烦的嘞。我们还不是为你好。对了，你今天还没有洗肾，又抽了血，我陪你回家休息。不用啦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懂得回家了啦。好吧，那你要记得打针吃药洗肾。不是，是记得把药单交给你妈妈。哎呀。
称为白衣天使，就是因为他们必须拥有像天使一般的心，去爱护和关怀病人，为病人服务，帮助病人减轻身心的痛苦。就因为护士肩负的责任重大，所以不管是新护士还是旧护士，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：第一，守时。抢救病人是分秒必争的，你们可以迟到，不过病人不可以等。所以我最讨厌那些不守时的人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喂，等一下！哎，一个人迟到总好过2个人迟到啊！说好，谢啦。喂。第二，就是你们一定要有责任感和爱心。我们这里是儿童病房，里头住着的都是患病的孩子。这些孩子小年纪就要面对手术、打针和吃药，所以比起其他的孩子，他们会失去更多的欢乐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要付出加倍的爱心，让这些孩子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早日康复。所以在我这里绝对不能粗枝大叶，也不能失误。Miss Blood 跑错边了，还在跑。哎呀，我很急要上厕所了。迟到了还上厕所？我真的很急啊！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会给人家留下幻象的。走。哎呀，迟到了。让我去下次。第三，就是要有应变能力。病房里常有突发事件，所以身为医护人员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一定要镇定，临危不乱。Sorry, sister。你们就是那2个迟到的护士。sister， 路上塞车，所以我们才迟到。迟到了还敢笑？我刚才说过，最讨厌不守时的人。sister， 摩托车是他的，跟我无关啊。可是我是为了要载他，所以才会迟到的。我很早就在。好了，安静。谁能够告诉他们我的第2条法则是什么？责任感和爱心。听到了没有？你们做错了事还要推卸责任、出卖朋友，我看你们的责任感和爱心一定是零蛋。不是的 ，sister， 不要再说了。不管什么理由，迟到了就是错，错了又要推卸责任，就是错上加错。算了，看你们是第一天上班，我就不再跟你们计较。不过以后不准再发生这种事。谢谢 sister。既然3位新的护士已经到齐了，你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是方秀月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是范丹美，今年23岁，我最喜欢吃零食了。平时你们也是很喜欢笑，我也是很喜欢笑。哎呦，好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洪忠耿，忠是忠厚的忠，耿是耿直的耿。这里是医院，你们懂不懂得纪律？要记住，做护士一定要懂得2想，就是想得深远，想得周到，知道吗？是 sister。娟娟、彩玲、海伦，我把他们3个交给你们。如果他们做得不好，你们也一样挨骂。是 sister。好了，开工以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不可以先去厕所？我也想要上厕所。真倒霉，第一天上班就碰到这么凶的 sister， 怪不得星座说我今天会碰到克星。星座也说呢，我今天会碰到倒霉星啊。哈，倒霉星是谁啊？你喽？你敢说我是倒霉星啊？这里是医院啊，不要闹了。OK， 我先不要打你，等我上完厕所再找你算账。等我。嗨，我帮你。不必了，你不认得我啦？念中4的时候，我读你隔壁班啊。我不记得了。哎，等等，你真的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我中学是打篮球的啊，
打中锋，穿3号球衣。你每次来看，我对篮球没有兴趣。让我来吧。不用了。让我来吧。不用了。让我来吧。我是说不用了。我来了。不用了。对不起，我帮你捡。灯泡坏了也不换，想吓死人了。谁在里面啊？有人在吗？你要死！这里是医院啊，不要乱讲话。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他在厕所里哭，真的很恐怖啊！他没有脚的。没有脚。秀月，等等我。秀月，中本，不要丢下我！马德，不要做我的衣服做的那么紧。我怕啊，我们都在，你怕什么？还是怕哦。请问谁在里面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哭啊？是个小女孩啦。那为什么没有脚啊？她把脚收起来了。都是你啊，把我吓到双脚发软。谁知道啊？各种妹妹，你不要哭，姐姐是护士，姐姐会帮你的。发生什么事？Sister，一个小女孩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哭，哦，是吗？我来看看吧。是冰冰。冰冰，冰冰，你怎么了？冰冰，冰冰，你为什么躲在里面呢？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抽血，很痛的。她是被打针抽血吓坏了。那这里交给你好了。你们三个跟我出去。哦。是谁说有鬼的？是我。鬼在哪里？你这么凶，早就被你吓跑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身为医护人员，竟然满口鬼话。下一次谁敢说一个鬼字，我就让他洗1个月的厕所。冰冰出来啦！我跟她说会带她去看会飞的星星，她就出来啦。小朋友，什么是会飞的星星？萤火虫啊，姐姐还有。你放心吧，我找的那个人打针抽血一定不会痛的。不要骗我。
Helen， 怎么他一动也不动啊？他头脑积水，刚动了手术。啊，好可怜哦。点滴没有了，你去拿一包新的来。哦。那，喂，换点滴了还不来学？换点滴嘛，需要学吗？换点滴也是一种学问，拿住，看清楚啊！换点滴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注意：一，病人手上的针头有没有固定，有没有阻塞；二，点滴接头有没有被污染，衔接的时候有没有接好；三，点滴的流量调节的好不好，顺不顺畅。真的很简单，我实习的时候已经学过了。是吗？那这次你来换喽。OK， 没问题。又快又好，来。你会哈？你实行的时候一定是在做梦。这个小孩子有哮喘，所以要注意他的呼吸有没有困难。还有，他家人给他大便又再没有倒掉了，拿去倒掉，顺便洗洗。我啊，不然我啊，你怕臭啊？你不知道当护士有3步吗？好了，除了2响，还有3步啊。对啊，不怕血，不怕脏，不怕臭。去倒掉啊！哦。珊妮姐姐，你可不可以跟医生说不要抽血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冰冰的肝在发炎，如果不抽血去验，医生怎么知道冰冰的病好了没有啊？对呀，冰冰如果不把病医好，莎妮姐姐怎么能够带你去看会飞的星星？啊 ，Sister 就是帮我抽血的。对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冰冰不用怕，我告诉你啊，莎妮姐姐小时候也是我帮她抽血打针的，一点都不痛，她也没有哭。你不信你问她。你真的没有哭过？没有。来，把手给我。很快的，不会痛的，不要怕啊。大事出嘛，去看看。走。抽血而已嘛，有什么好看？人家说 Sister 打针啊、抽血都不痛的，我们去看看小冰冰会不会哭呢？真的吗？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冰冰乖哦，不会痛的。好，不要不要，我不抽了，不抽了。哎，不过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莎妮姐姐的背包啊很神奇的，里头啊藏了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，你要不要看啊？是真的吗？当然啦，里面呢有怪物，有天使、巫婆，还有黑猩猩呢。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想不想看世界上最漂亮的公主啊？嗯。那你先闭上眼睛。好哦，不准偷看的哦。公主马上就要出现啦！1、2、3，可以看啦。哎，有没有看到漂亮的公主啊？嗯。啊！抽好了。哇 ，Sister 很厉害嘞！哎，是小丑哥哥。美丽的图画，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心，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，宇宙中最亮的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犹豫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
曙光依旧回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守护星。未来的日子不必害怕，你将真心给我，我会用小妹妹心来回你怎么了？应你。不要哭了，你看谁来看你啦？小妹妹，你看啊，巧克力送给你的。没有巧克力是吗？哇，今天运气真好，还请小丑来表演。白痴，这位帅哥啊，肯定是个很有爱心的义工。是吗？以后你开医院的时候再请小丑来表演啊。拿了，不要。这粒呢是给 Miss 丢的。给我，谢谢。好。黄医生，黄医生，汤米又被送进来了。原来他是医生啊！刚刚啊，你还说他是义工，你才白痴啊！汤米乖，姐姐帮你做个氧气罩好不好？不会痛的啊。汤米来，乖，好，来。汤米乖，医生马上就来哈。他早上还好好的，不知为什么突然变这样，你快点救他吧！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放心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Tommy，乖，怎么样？呼吸困难，尿排不出来。准备打针，血压怎么样？血压170/120，脉搏120，呼吸30。哎，Tommy，乖。那黄医生帮你打针之后呢，你的体内的水就会排出来，那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啊。乖，乖。医生，不要整了。哦。来，Tommy，乖。Tommy。镇定点，压紧。哦。我这个孙子真的是苦命啊！一出世就得了心脏病，肾脏又有问题，每天吃10几种药，还得常常打针。唉，小小年纪就得承受这样的折磨和委屈。孙子命苦，我女儿更可怜，生了个这样的孩子已经够惨了，那个没良心的丈夫又丢下他们母子不管。我这个做妈的又帮不上忙，我真没用。阿婆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对病人来说，家人的关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的女儿跟孙子很需要你的，你要保重身子。珊妮，苏医生，黄医生是不是在里面？是的，Tommy出了状况，我看他不会那么快出来哦。你约了他吃饭？算了，我不等他了，谢谢你。乖啊。
乖，别哭了。待会儿妈咪会来看你的。看黄医生给你什么？送给你的。你不要。好，你看啊，好，我放进去哦。送玩具给你。我现在就要妈咪。来了，婆婆已经打电话给妈咪，她现在半路上了哈。我现在就要妈咪。乖乖，黄医生现在变巧克力给你好吗？快来了！我现在就要妈咪。我现在就要妈咪。妈咪来了。哎，Tommy，你看，巧克力变成一朵花了，送给你。我不要，我要巧克力，我要巧克力。飞机？不要，我要巧克力，我要巧克力。是啊，医生说要变巧克力，就是要变巧克力的。对呀，黄医生说要变巧克力给你，我就一定变巧克力给你。你看啊。哎，不见了。我要巧克力。小美乖。我也不知道。黄医生，Tommy 他Tommy 喝了太多水，导致他无法排出体内过量的水分，因此他的心和肺无法负荷，才会出状况的。不过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把他体内的积水抽了出来，他暂时不会有事。你们应该知道，他每天不能喝超过800毫升的水，以后千万要小心。可是医生，你们给他的水量实在太少了。不是我们要他喝那么少水，可是他喝多了真的会出事的。可是 Tommy 只有5岁，要控制他的喝水量并不容易的。是啊，小孩子要吃要喝，就只会呱呱叫。最可怜的是他每天要吃10多种药，有时候药丸吞不下去，就让他喝多一点水。没想到又让他受苦了。以后你可以尝试把药丸磨碎了再给他吃，这个样子他就不会太辛苦。记得以后千万要小心。我会注意的。你们继续看看他吧。Tommy， 怎么样？刚才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妈咪会小心，不会再让你喝那么多水了。妈咪，我要听故事。现在不行啊，妈咪还要赶回去工作。今天晚上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要听故事，我要听故事。Tommy， 乖乖，先睡觉，今晚再听故事好吗？哦，你看，医生骂了哦，乖喽。妈咪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Tommy，可不可以请一天假陪陪他？不行啊，我今天假期全拿光了，要不是同事肯带我2个小时，我现在也出不来的。妈咪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Tommy，你听话，妈咪做完工马上回来陪你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快迟到了，你走吧。Tommy，乖哦。走吧。好，妈咪先去做工哦。快走吧。妈咪，不要走。桑尼姐姐讲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不要走。Tommy，乖，外婆在这里。不要走。外婆在这里呀。Tommy， 哎 ，Tommy 乖。这样吧，妈咪唱歌给你听，陪你睡觉。来唱歌。抱抱啊！你看，美美哦。来，抱抱啊。一团一团白。
云儿，你听我说，请把我带到天上去，让我飞得高又高。我想看看美丽世界，我要快快地长大。 她真是个坚强的妈妈。那么久了，我好像没看过 Tommy 的爸爸。他们已经离婚了，是因为 Tommy 的病。Tommy 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衰竭，他的肾脏也衰竭，又有高血压，要父母陪孩子跟病魔打一场永远打不完的仗，需要很大的耐力和毅力。 很不幸，Tommy 的爸爸选择了放弃。要同甘共苦，真的不容易。还好他有一个伟大的妈妈。一个人挑那么大的担子，他真的不简单。他白天在保险公司工作，晚上还要售卖保健品。很多时候，他还坚持要亲自照顾 Tommy。要不是有坚强的意志力，我想他早就倒了。那么伟大的妈妈，真的值得我们尊敬。 肯当小丑的医生也很有爱心的哦。小姐，你给我戴高帽子，不需要我请你吃饭吧？你看现在几点了？已经过了午餐时间了。糟了，那么迟啊！知道就好，大忙人。卓燕，你的酥鸡饭，你已经吃了。我没有吃早餐，再等你我就饿死了。Sorry， 谢谢。It's okay， 吃饭去吧。 不好意思，改天再请你吧。没问题啊。来。来。马德，马德，马德，我叫你这么多声，你干嘛没有应我？我也告诉过你很多次了，不要在医院里叫我妈的。 我们已经下班啦，我们还没离开医院呢。不用分得那么清楚吧？哦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做事绝对公私分明。是马德，还叫马德马德马德，真受不了你呀！我们本来就是两母女啊。爸来了，你怎么把车停在这里？没有停车场吗？只是一下子而已吗？一下子，救人是分秒必争的。 万一救上车了没地方停怎么办？我看到天黑黑啊，怕下雨，来这里接你们，至少你们不会淋到雨啊。你最多借口了。马德，爸还不是为了他两个最爱的女人，停一下子不要紧的。最爱，人家的最爱不一定是你哦。好了好了，上车吧，后面堵住人家去路了。来，上车啊。 肚子饿不饿？我们要做沙饼了。怎么？今晚不煮啊？煮。今天晚上我炒螃蟹啊，没有这么早吃啊。哇，有螃蟹吃啊！爸爸万岁！你说你刚刚去送货，那阿德呢？没来上班呢？哦，他说他牙痛，请了半天假。这个阿德，昨天说肚子痛，今天说牙痛，明天不知道又说哪里痛了。你明知道他偷懒还让他走？他连饭都没吃，不像是装病。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太心软了。哪有老板花钱请工人，还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？马德，爸老当益壮嘛。老当益壮，都几十岁了，你还以为你年轻啊？那些窗帘布、衣服加起来都几十公斤重，你常常这样搬上搬下，小心你的腰。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小心小心，说了你也不听。爸，你还不明白啊？妈前面说的都不重要，后面那句才是重点。小心你的腰。吃你的饼吧，说这么多话。不说了，免得爸脸红。停车！停车！是谁呀？好像是伟良。买张了，安哥你要不要买？先生，跟我买一张彩票。我爸爸生病，跟我买一张啊。
谢谢你。Mr. 怎么又是你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呀、你不回家打针洗肾，怎么在这边卖彩票？ Mr. 打针洗肾要不要钱的啊？我1个月买打针的药就花了我500块了。我爸眼睛不好，我不出来卖彩票，一家人在家里等死啊。好，就算要卖彩票，也要回家洗了肾再来啊。Mr. 10个小时哎，顾客才不会等我呢。以为大家都像你这样有空啊，到处提醒人家打针洗肾。伟良，如果你有困难，可以找我帮忙啊。是我需要帮忙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钱，你能借我10万8万吗？哎呀，跟你开玩笑而已啦，就算你肯借，我也不要。做人还是靠自己比较好，我不想欠人家太多。安哥，要不要买彩票？买1张啦。伟良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是该先照顾自己的身体的。你爸爸妈妈只有你一个儿子，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你叫他们怎么办呢？回家去吧。谢谢你，安哥。哎呀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我背你上去。不用了 ，Mr. 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跑的。马德啊，你们不用等我啦，等一下我自己搭巴士回去。你已经下班了，不要太迟啊。对呀。知道啦。我们这个宝贝女儿很像你啊，工作起来100%的投入。是吗？我觉得她更像你啊。她怎么会像我呢？哼，脾气都不一样。是，她的脾气和我一样犟。不过感情呢，却和你一样太丰富、太博爱了。你又说这些干什么呢？不是吗？你不是感情太泛滥吗？都10多20年了，你还提她干嘛呢？好，不提就不提。你以为我常常挂在嘴边会开心吗？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。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，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的。